好，接下来关心大陆的双航母福建舰穿过台海，不是巧合吗？我们等一下会关心，包括了山东舰也出来，还有004核动力航母上线在即。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会来看到是大陆的航母时代是否正式的全面启动呢？我们会一起来做解读。昨天台海确实不平静，看到中国大陆最新的航母福建号正式的航行，那么穿越了台湾海峡。那另外一方面，同一天大陆第一艘自制的航母，这个是山东舰，则是成军达到了6周年了。那在这个之际呢，低调的迎来了成军6周年的这一年，是不是这个时间是巧合呢？我们稍微做一下回顾2019年的12月17号，当时呢山东舰它就是在这个海南三亚这边交舰的，舷号是17。那央视也做了一个定调，当时山东舰的整体设计其实是更优化、更合理的，可以搭载很多的舰载机，编队指挥能力上就是可以更上一层楼的，也为后续包括整体在福建舰上面的研制打下了一个关键的基础。山东舰上面有什么主力？我们也来看到，就是它的歼15飞鲨战机，它的一些优势包括可以控制住。这个制空制海、远洋的掩护、打击空海陆岛屿，所以它被视为是一个海空作战的一个多面手。好，节目一开始特别请教赖老师怎么看了山东号现在呢在中国大陆的航母发展中如何扮演所谓的承上启下的角色？那它接下来对于包括了整个福建舰的研制是提供了哪一些关键的经验？只能目前搭载歼15吗？未来有没有机会搭载歼35？赖老师怎么看？歼35能不能上这个山东舰，要看它的重量了哈，因为我们都知道，由于没有助推器的话它就会涉及到它的重量能不能在这么短的跑道能不能够推上去这个会牵涉到未来歼35它有没有为这种这个滑跃式的航母本身所设计但是我们可以确定的是，福建舰它是歼35可以上。歼15也可以上，它反而是多功能的，因为它连这个空中预警机固定翼的它都可以上得去这代表这个推力确实是非常的重要为什么山东舰会引起这么高度的一个关注？最主要是因为它是完全的自主知识产权，也就是说，中国大陆在买的第一个，也就是完全废弃的这辽宁号的时候，辽宁号买进来，它其实连动力都没有。那不用讲它的作战系统，什么都没有，就是连线路也都没有，而且当时乌克兰也不给任何图纸都没有。那也就是中国大陆买下这个辽宁号的时候是一个壳但只是根据这个壳来去推断了解这个航母本身的各种功能跟它的运作的方式。那根据当时的定位，就把辽宁舰认为是科学试验舰，最早的定位是在于科学舰，也就是说，透过买的这个壳子，然后打造出第一艘的辽宁号以后，就作为一种科学式的研究，摸透了、弄清楚了以后，那我们看到它转变成为训练舰，现在就变成战斗舰了。所以它是经过这3个阶段的一个发展，在这个3个阶段的发展中，它累积下来的知识。就给这个山东舰的运用了，所以山东舰就是完全是在自主知识产权情形下所设计出来的。在这个设计的过程里面，也就了解了这个配电的一个方式。它最主要的为什么后来在福建舰，当时美国人说，你福建舰绝对不可能用电磁弹射，当时的推断是绝对不可能，因为电磁弹射跟蒸汽弹射不太一样，电磁弹射它必须要在瞬间把它的电能给它到最大的容量，然后让它能够发射出去。那因此当时美国的所有的科学家工程师都说你绝对不可能。可是大陆在山东舰的基础上了解的这个航母本身的配电使用，把它优化以后，当时中国大陆最重要的那位工程师，他本身就认为我们可以做出一个电磁弹射的。因为它是透过配电优化的方式，然后把这个电能容量，那它里面就运用了很多的 AI 的技术在里面了。换言之，也就是说，他当时的推断说，当我要用它的时候，我可以把很多不必要的这个电，把它都节省下来，那么用给这个电磁弹射来使用。那事实上证明它成功了。我想，
这个山东舰对于中国大陆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承先启后的一个功能，是在于自己做出来的航母，那就有利于福建舰的发展。好，我们看到大陆的航母不断的在进化。那另外一方面，我们如果拿来跟美国的航母来做比较的话，结果如何呢？我们也持续看下去。包括了大连造船厂现在在建的是004，它的004型的航母。南华早报在这边特别做了一个披露，说004呢不只是大陆首艘的核动力航母，而且关注到它的吨位哦，比美国福特号还要大最多20%，而且还可以配备4到5条的电磁弹射器，可以搭载90架以上的舰载机跟大型无人机。目前我们看到在舰载机的数量上面，福特号现在是75架，现在预估004航母可以到90架的舰载机，代表一个什么样的意义？那004航母不只是配备这个核动力，它的吨位我们刚刚说了，超越了福特号。大陆的航母真的有机会超越美国吗？厉将军怎么看？马汉的海权论，他讲哪一个国家能够掌握到海权，这个国家就拥有全世界的财富。那我们从历史的轨迹也证明是如此哈。从欧洲最早的大航海时代，他们到亚洲这边来，建立了很多殖民地，然后掠夺了很多的财富。英国因为它能够打败法国哈，建立了所谓的日不落国。那现在来讲，我们看到美国来讲也是雄霸全世界。借着它11艘的核动力航母称霸全世界，担任全世界世界警察的这种角色。所以中国如果说是以前是纯粹只是陆权的国家，它如果说是国家未来想要致富来讲的话，当然势必它要发展海权。那发展海权，第一要务当然就是要有海上的这种航空母舰当做作战平台。所以我认为中国继这个辽宁、山东跟福建号之后，下一艘那究竟是这个福建舰的姊妹舰，还是传统动力，还是核动力？哈，这个当然很多居民都在关心，也在推测。那据我推测来讲的话，我觉得可能两者它都有哈，可能这时候在建的这2艘，一艘是福建舰的姊妹舰，还是传统动力，因为它的优点就是这2艘军舰的官兵或者作战性能很快可以进入状况，很快可以学习。当然核动力来讲是未来中国航母必须要走的一条路，因为从大概上个礼拜吧，在伊朗的外海里面有一艘中国的货轮，美军就借口说这一艘货轮是运送军用物资要给伊朗，将这条船扣下来了，而且将船上的物资销毁。那试问一下，如果中国的航母战斗群有这个作战能力，远到印度洋的话，那美国还能不能够那么简简单单的就将这艘货轮扣押下来？对。那现在由于它的还都是传统动力嘛，这3艘的动力系统还都传统动力，那出门来讲都要带着奶妈、带着补给舰才能够行远洋。那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它最远的地方也只不过到第2岛链，甚至于说要到澳洲，但是好像还没有去哈。所以我认为他为了发展他远洋作战实力，将来未来一定会有核动力航母。那最近也传出说它的动力可能是土基熔岩的这种新型的核子反应堆的系统，所以我觉得这可行性以及可能性是非常大的。好，大陆已经目标计划突破第2岛链，往更远的远洋去航行。那可是对于目前台海在第1岛链这边的威胁到底有多大呢？我们一起来看，包括福建舰它不是穿越台海的当天哦，结果呢，我们来看到的是前雄3飞弹总工程师，这一位是张晨，他就说了，其实呢，早在民国90年，台湾就已经掌握，当时解放军他们有规划一个6个航母作战舰队的蓝图，因此当时中科院才会催生了这个初期研制150公里射程的超音速反舰飞弹，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雄3飞弹。快要20年前，台湾就已经掌握到大陆发展的6个航母舰队计划。如果造出来，到底这个威胁性有多大？那接下来中国会如何运用这6航母的战力？委员又怎么看？张神是我老朋友了，不过他这个说法，我认为是我们台湾军方根本在吹大牛。第一个，雄3飞弹射程顶多200公里，怎么打航空母舰？航空母舰的安全范围至少600公里啊，600公里什么东西靠不近啊，除非你有高超音速导弹。这个超音速导弹就打不到航母。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啊，尽管说航空母舰辽宁号通过台海1次，山东号通过台海2次，然后最近的这个福建号通过2次。对。啊，一次是服役前，一次服役后。他也没有办法在台湾海峡作战啊，
因为台湾海峡不需要航空母舰，对，航空母舰是你没有机场的时候才要航空母舰啦。所以对于这个要打台湾的话，火龙弹就够了，又便宜又量又大。那雄三飞弹基本上是装在台湾的船上的，我很不客气的讲，像 CSIS 的兵推，半个小时台湾海军全死。要用火龙弹密集打5000颗一下来，机场全毁。指挥所全挂，包括陆军总部全从地球上消失，5000颗火龙弹，谁挡得住啊？没有人挡得住啊！而且火龙弹无法拦截，什么都拦截不好，因为它的东西很便宜，你有什么用？爱国者飞弹怎么打？而且爱国者飞弹只要出现第一线就被打挂了，这是我们的问题，根本没有人连拦截跟抵抗能力，还讲说150公里的船。可以发射雄三飞弹第一次乱打的时候，就是我揭露的、啊。第一个时间我就揭露这个事了。那时候国防部长、行政院长、总统都还不知道。那升价不是章程告诉我的哈。那所以这2件事情不一样。在谈大陆的这个航母计划，其实大陆在很早就有人在内部海军研究说，我要做多几艘才能防御台湾的，就像那个丽江讲海权，他从海权论去推了，可大陆没那个能力啊，2000年啊没那个能力啊，他真正的突破是在什么地方？是真的想做是1996年台海危机，2艘美国航空母舰靠在中国大陆沿岸，解放军空军就不敢动啊，就是对解放军是很大的刺激。然后1996年他到2002年才买到瓦格良号，然后才从乌克兰挖了一批的，差不多几十个老工程师回来教中国大陆那年轻工程师如何去把这个改一改，所以才成功的。那真的说要做几艘，他是边摸边做，但这个绝对跟雄三没有关系，雄三一点用处都没有，对航空母舰一点用处都没有。